大家好，我是会长，欢迎来到 X 全境，高低贵贱，长相决定。你以为我说的是少年时代？不，今天我们在说的是印度种姓制度。高种姓的人不仅颜值高，而且生来就比低种姓的人更高贵，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觉得非常不公平？而今天我们来填种姓制度这个坑，聊一聊什么是印度种姓制度。古印度文明又称哈拉帕文化，在印度土壤绵绵数个世纪，当地的土著人达罗毗荼人是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大规模地从陆地翻越印度西北的辛都库氏山口，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游牧为主，过着军事民主制的生活。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以后，经过与当地居民达罗毗荼人长期的征战竞争，雅利安人逐渐占据上风，毁灭了土著人，创造了哈拉帕文化，并在它的废墟之上开创了印度史上的新时代——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征服土著居民以后，为了避免与被征服者通婚而受到玷污，从而影响自己所谓高贵的血统，于是开始实行了种姓制度，以便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开来。雅利安人有高贵者的意思，他们一般身材高大，是高鼻深目的白色人种，也称俄罗斯族人。土著人达罗毗荼人相对而言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鼻子宽而扁平。根据居民的肤色文化上的差异，将社会上的居民分为两类。作为外来统治的雅利安人，以统治者的优越性确立了白色皮肤为高级种族，以黑色皮肤为低级种族的阶级制度。这便是瓦尔纳系统的出现。瓦尔纳一词来源于梵文，原意为颜色瓦尔纳。通常按照我们现行的审美而言，起源俄罗斯的雅利安人自然是颜值在线，也就有这种粗略的高低种姓的区分方法。但是如果你就此认知和区分种姓制度，还是太浅薄。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种姓制度逐渐开始演化。瓦尔纳系统通过一系列的二分法构成，逐步生成的沿用至今的四大种姓，分别为从事教授吠陀经、以祭司为主的婆罗门，从事战斗和统治保护婆罗门的刹帝利，从事农业生产或牧业生产的吠舍，以及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首陀罗。还有一个不在这个系统中，主要由罪犯、战俘和跨种族婚姻者及其后代组成的贱民。前三个种姓大体上是从雅利安人中分化而来，基本属于同一族，并信奉同一个宗教。他们的孩子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都要按照宗教传统举行一种名为再生礼的宗教仪式，以此获得宗教和精神意义上的再生，故前面三个种族也称为再生族。首陀罗大多数属于被征服的异族，比如达罗毗荼人，信奉不同的宗教，因此被排除在再生族之外，还被定义为宗教不被救赎的人。他们只能从事最低贱的工作，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接着种姓制度开始按照社会职业分工和种族进行区分，而越到之后的发展，种姓区分与宗教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形成了以宗教教义为合法性的严格的种姓制度。为了确立种姓分立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婆罗门祭司利用宗教中众神用猿人布鲁沙做祭祀，创造世界以及人类的神话。他们认为在律举吠陀中，关于猿人的诗歌就启示了四种种姓形成的神圣起源。当他们分解卢布沙时，它可以分成多少块？它的嘴是什么？双臂是什么？双腿和双足称为什么？婆罗门是他们的嘴，双臂称为罗尼耶，他的两条腿即是吠舍，从两足生出首陀罗。尼俱吠陀的成书时间大致是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由于本地的印度人没有惯用文字技术，尼俱吠陀实际上是靠婆罗门祭司代代口耳相传，在之后的时间中才有手稿的出现。玄奘在迦湿弥勒国的时候就曾读过四吠陀，四部吠陀本集是由尼俱吠陀、梭摩吠陀、
叶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四部吠陀本集以泥具吠陀最早，19世纪欧洲人第一次刊登的泥具吠陀有德、音、法等一本。为了建立和维护种姓社会的秩序，婆罗门为每个种姓制度规定了不同的地位、权利、义务、社会责任与生活规范。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摩卢法论。该书的作者摩卢自称是创世神生主本人，印度教教徒基本也是如此相信。摩卢法论中说，为了保护整个世界，那具有伟大光辉者由口、臂、腿和脚出生的派定了各自的业。他把教授吠陀、学习吠陀、祭祀、替他人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派给了婆罗门。他把保护众生、布施、学习吠陀和不执着于欲境派给了刹帝利。他把畜牧、布施、祭司、学习吠陀、经商、放债和务农派给了吠舍。那位主给首陀罗只派了一种业，心甘情愿地侍候上述诸种姓。在编撰这类典籍时，作为知识阶层和精神贵族的婆罗门，把自己安排在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上，而这据说又是出自于他们最优秀和理性的禀赋。印度古代宗教的祭祀万能思想一直贯穿印度教的历史之中。印度古代的宗教神话宣扬，世界是在一场生主神将自己本身作为祭品向至高梵的祭祀中诞生的。这一在宗教上极为彻底的虔诚神话，深深地感化了印度人的心灵，以至于印度教认为祭祀不仅有沟通人神的作用，而且有支配万物、参与和影响整个宇宙未来的法力。作为对创世事件和大神行为的直接模仿，祭祀也是人类获得解脱的不可或缺的方法。由于祭祀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印度教的祭祀礼仪就特别的繁多而又复杂，以致除了专门的婆罗门祭司以外，一般人很难掌握。祭祀有多复杂，我找到了一个普通婆罗门教徒一生中要经历的一些重大祭祀仪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准备受孕开始的受胎式、求兰式、分发式、命名式、养谱式、入门式、归家式、结婚式，还有祖名祭。以上只是人生不同阶段必须举行的祭祀，除此之外，每年、每月、每周、每日都有不少的特定祭祀。印度教教徒每年、每月、每日无不是在履行各种仪式中度过的。现今的再生族教徒每天仍然必须举行五大祭、梵天祭、诸神祭、生灵祭、祖名祭和人间祭。由于印度这种极其重视祭祀传统，负责主持祭祀以求得国家安宁的婆罗门获得了人中之神的称号和地位。在印度社会中，专以学习、掌握并传授神圣知识为业的人，自然要受到高度的尊敬。他们不但是社会生活的导师，同时也是对社团生活和个人生活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在印度，赋予神圣者以礼仪上、精神上的最高地位，是自然而必须的事情。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印度种姓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婆罗门祭司为顶端的宗教教阶制度，而种姓制度的地位与宗教直接相关，人们与梵、神性与解脱境界的接近程度，以及相应的他们在社会中追求解脱的进程中所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宗教生活在印度是被认为一段寻求真理的旅程。印度教认为知识和智慧之道即是真道，并把全神贯注的沉思看作最高的生活方式。当人们获得了梵的知识以后，就能克制情欲，摆脱世界束缚，个人灵魂就能与梵合为一体。这是通过追求真理而达到解脱的最佳之道，而祭司和苦行只是获得知识的必要准备。在印度，婆罗门以其欲望上的舍弃、肉体上的苦行和对神圣知识的掌握而自傲于世，他们中的表率者也确实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和感召力。婆罗门中具有主持祭祀的资格，也由于他们
专诚精一的苦行与冥思，因此他们被称作为人中之神与天人师，宣称无论凡人还是天神，只有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真正的获得解脱。因为这种社会分工的演化和宗教的融入，原本的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创造了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纲领。按照婆罗门所信从和宣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道德规范，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种姓制度的信条和规定。这些信条和规定即使不能说毫无变通的实行，但在长期上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